我一个北大硕士，券商分析师，年薪100万，现在裸辞半年没找到工作，简历投出100多份，一个面试都没有。微博上一位金融从业者的自述迅速刷屏，评论区满是共鸣。你还好，我是复旦毕业，做投行10年，前几个月刚被裁，投了几十家公司，都说年龄偏大。我35岁，基建行业，去年收入腰斩，今年被裁，已经准备转行做保险了。原本是收入最高的职业，现在失业率第1。没有人想到，曾经最光鲜的高薪行业金融，如今却成了最先塌陷的堡垒。从年薪100万到彻底失业，从人人艳羡到集体焦虑，这一波金融人的崩溃正在撕开整个中产阶级的伤口。2024年，中国金融行业进入冰河时代，最先受伤的是证券研究员。过去的牛市年代，券商分析师是香饽饽，不仅年薪100万，还常有豪华年终奖和外部灰色收益。但从2022年开始， A 股持续下跌，基金净值大面积缩水，投顾客户流失殆尽，券商利润全面下滑，研究所部门首当其冲被砍。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数据，2024年上半年，全国证券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47.3%， 其中中小券商利润腰斩，甚至为负。为了活下去，各家券商纷纷裁员，首先动刀的就是研究所。一位广发证券前研究员透露，我们整个小组8个人裁了5个，剩下的人工作量翻倍，薪水不升反降。有些券商干脆直接解散整个研究部门，只保留首席分析师一个门面。而对留下的人来说，日子也不好过。知乎上一位某券商医药组研究员发帖称，年初调薪，月薪从4万降到2万，年终奖从20万变成5万，还不如刚毕业的时候挣得多。他毕业于复旦，入行5年，本以为会一路顺风，结果连婚房首付都攒不下来。更惨的是保荐代表人。过去投行业务火热， IPO 如火如荼，保代不仅收入高，还有名利双收的光环。但随着注册制改革， IPO 收紧，严查财务造假，整个投行条线进入急冻期。2024年上半年，中国 IPO 数量同比下滑超 60%， 创下近5年新低。监管严核查、慢审核、低过汇率的三板斧直接把投行打回原形。据一位华东某大型券商员工透露，他们投行部门从2022年起已有3轮裁员，年终奖从人均30万缩水至2万，更多的人被降薪留用，强制调岗，转做债券或中后台。而在这场风暴中，基金公司也未能幸免。2024年，公募基金总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，全年净赎回超过3000亿元，亏损的基金数量创下新高，部分基金清盘成常态。一个基金经理负责10只产品，9只是亏的，投资人频繁投诉，公司为了控制舆情，不得不大幅缩减人力支出。以前是比谁赚钱多，现在是比谁亏得少。一位任职于头部基金的基金经理感叹，他的同事去年年终奖还有6位数，今年只剩一张感谢信，写满了领导的鼓励和祝福，但没看到一个数字。更隐蔽但同样致命的是信托、私募、银行理财子公司。以往这些机构靠通道业务、结构化产品吃香喝辣，轻松年薪几十万。但监管趋严，房地产信托暴雷，理财产品浮亏，整个行业利润腰斩，岗位流失严重。尤其是中后台岗位，法务、风控、交易支持等被裁的最多，因为他们不创收。原本是稳定、体面的代名词，如今却成了随时走人的高危岗位。不光是金融分析师、券商保代这些看得见天花板的岗位，还有一类人，其实在过去
是所有中产和打工人仰望的存在。比如年薪100万的基金经理、资深投资人，乃至中后台的风控、法务人员。他们是过往经济浪潮中最先吃肉的人，如今却也成了第一个断粮的群体。基金从业人数也正急剧下降。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12月底，全国基金从业人数为38万2397人，较上一年同期减少了超过3万人，连续3年下降。新基金发行数量亦同步下滑，从2021年的1897只骤降至2024年的900只，跌幅超过50%。而在二级市场上，数据更加刺眼。2024年，沪深两市年成交额为134.8万亿元，同比下降了18.3%。公募基金产品清盘数量创历史新高，仅2024年上半年就超过200只。权益类基金大面积亏损。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，截至2024年末，超60%主动权益基金收益为负。基金亏损，自然没人愿意买基金，没人买基金就没有管理费分成。基金公司不赚钱，自然削减人力，基金经理变成高危职业。微博上曾有基金经理匿名吐槽，我们一个部门从12个人缩减到只剩3个，领导说不裁员是为了稳定人心，结果年底直接全员清零。而留下来的3个幸运儿，年终奖为0，只拿基本工资，年薪缩水70%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些城市是金融人的梦想之地，也是如今无数中产进退两难的焦土。在房租和房贷、学区房和早教班的重压之下，收入骤减意味着全家的生活质量断崖式下滑。比如一个在深圳工作的券商研究员，过去收入税前60万，贷款买了一套南山区的小3居，每月房贷2.8万，孩子在国际幼儿园，年学费12万。结果2024年收入降到了税前35万，年终奖几乎为0。每月发完工资，扣掉房贷、孩子学费和生活开支，账户里剩不到1000元。以前我们讨论的是买不买 Model Y， 现在讨论的是换不换公立幼儿园。这些曾经在金字塔顶端的人，逐渐意识到，在中国当下的经济结构中，高薪职业并不意味着安全，反而是最先暴露风险的岗位。我们不能只把这一切归咎于周期，因为周期性寒冬背后是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。居民财富缩水，投资需求枯竭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 4.5%， 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不足 2%。而家庭资产结构中，房地产占比高达 70% 以上。随着房价横盘甚至下跌，居民投资信心接近冰点。房地产下行波及整个金融生态。从2021年开始的3道红线到恒大、碧桂园接连暴雷，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史诗级寒潮。2024年全年，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21.8%， 销售额下滑 24.3%。房企发债量创纪10年新低，金融机构面临大量坏账压力，对房地产投融资全面收缩，直接导致银行、信托、基金、保险等金融子行业集体哀鸣。出口下滑，外资流出，市场信心不足。2024年，中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7.6%， 连续第3年负增长。与此同时，根据国际金融协会 IIF 数据，2024年外资净流出中国股债市场超过760亿美元，创历史新高。没有外资，没有新经济，没有民间投资，金融行业失血已成常态。真正的恐惧不是你变穷，而是你不知道你会穷到哪一步。过去
我们总觉得熬一熬就好了，但如今的职场环境已经不是熬能解决的了。2024年上半年，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重新破 20%， 而35岁以上的高龄职场人同样陷入沉默的危机。没人统计这群中年高薪者的真实失业率，但如果你刷知乎、小红书，铺天盖地都是裸辞半年转行失败、降薪再就业的自述。所有人都在艰难求生，金融分析师转去直播带货，基金经理改写理财知识号，前券商研究员开始学 AI prompt 写报告， VC 总监入驻小红书教人做项目 BP。 他们都不甘心被淘汰，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。中国的高薪行业曾依靠人口红利、房地产繁荣、庞大的出口顺差和庞大资金池的流转，维持着一套看似稳定的职业金字塔。但当顶端的蛋糕开始缩小时，精英阶层也终究会沦为被牺牲的那群人。更可怕的是，没人能告诉你这场降薪潮何时结束。A 股继续低迷，基金难有作为，房地产还在深坑里挣扎，出口难敌全球去中国化，就连 AI 产业也并非全民受益。如今这个时代，学历不再是护身符，专业技能也不再能换来确定的未来。高薪行业的从业者第一次开始怀疑，我们是不是也只是高处的打工人，只是站在风口上的消耗品。艾伦最终决定离开金融圈。他说，金融是晴天的行业，一旦下雨，他第一个塌。他转身投向了区块链。至少这是一个往上走的行业，虽然也有风险，但我不想坐在金融的废墟里等春天。而更多人仍然困在废墟中，回忆着那个发奖金时一箱茅台、一张美金奖金支票、一句下次更好的年代。那个年代还会回来吗？